我们刚抵达罗东站，需要先储值悠游卡。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向你展示它是如何运作的。首先，将悠游卡放在卡片感应器上，在萤幕上，我选择现金储值，然后将想要充值金额插入纸币插入口。点选右下角开始加值。您的余额和储值金额将显示在萤幕上，按下储值按钮，然后点选继续。加值成功，请取回卡片。就这样，现在可以移除悠游卡了。您可以选择列印收据。今天我们将前往参观罗东林业文化园区，位于宜兰，这是一个宁静的遗址，保留了台湾木材工业的历史，拥有风景秀丽的池塘、修复的木质建筑和茂密的森林小径。在车站，您会找到前往罗东林业文化园区的清晰指示。从罗东火车站步行至罗东林业文化园区约10至15分钟。当人们想到宜兰时，脑海中浮现的是绿色的山丘、宁静的小镇和淅淅沥沥的雨声。今天正如他们所说的，下雨了。我们决定步行，而是搭乘计程车。计程车站就在前面。好的，我们在这里等待一下。这里的天气几乎总是下雨，所以最好都是把雨伞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好吧，我们上计程车吧。我们到达了罗东林业文化园区，气氛改变了，城镇的喧嚣渐渐消退，雨声渐渐响起，就像树叶间回荡着轻柔的掌声。今天入口处很安静，没有人群，也没有喧闹声，只有我脚下旧木头的滋滋声。让我们在这里停下来，计划一下我们的行程。这里曾经是台湾木材工业的繁华中心，锯子嗡嗡作响的声音，工人们的叫喊声以及原木顺着运河漂流的声音充斥着这里。现在，这里是一处古迹，一个时间放慢，大自然重新占领曾经是工业区的地方。在下雨天走过这个地方，有一种电影般的感觉，木头的浓郁，深色因湿气而变得更加深沉。旧仓库和木材建筑依然矗立着，安静又充满故事。如果你仔细听，你几乎可以听到过去的声音。在昔日伐木场的边缘，静静地藏着一个叫做志村的小地方。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伐木村，但它不仅仅是一个名字。走进里面，感觉时间好像慢了下来。迎接你的是陈年木材的香味和只有雨水才能带来的宁静。里面很温暖，有自然的纹理，简单的架子，以及感觉像是精心挑选而非随意摆放的物品。木雕、手工装做的笔记本和小型手工珍品，其中许多都有着与土地、树木和时间相关的故事。有些物品质朴，有些物品低调优雅，每件物品都散发着精湛的工艺。雨还下着，我们走进了游客中心。这里是故事开始的地方，也是历史与自然在同一屋檐下交汇的地方。你在这里首先感觉到的是温暖。该中心与周围的自然环境完美地融为一体。这是一座现代化的建筑，但感觉就像森林的一部分。有木梁，环绕树木的玻璃板，空气中弥漫着新鲜木材的香味。在里面，您会发现一系列互动展品、地图、照片和展示，解释了木材工业在塑造该地区方面所发挥的作用。随着展品叙述过去，设计展望未来，
历史一步步鲜活。该中心也提供教育资源，无论您是闲逛，还是想购买纪念品，或者寻找有关资讯，您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所需的一切。罗东林业文化园区前身为太平山森林铁路罗东支线所在地，在日本殖民时期，它曾是台湾木材工业的主要枢纽。太平山的原木经过加工并运送至此。20世纪80年代伐木停止后，该遗址被保留下来，并于2009年作为文化教育公园重新开放。这条路通往环池步道，但是我们先去参观一下沐浴森林吧。沐浴森林让人感觉就像走进了一个完全由木头制成的童话世界。该区域是一个创意零售和互动空间，旨在颂扬木工、教育和天然材料之美。欢迎来到罗东自然教育中心。该中心将森林变成了教室，每片树叶、每只鸟的鸣叫声和每条足迹都讲述着一个故事。这里是让所有人重新感受宜兰狂野之心的地方。前面是森林生活展览馆森活馆，但目前关闭了。左转，我们前往竹林车站。左边是罗东林区林业自然保护局管理处。这是中正北路的入口。雨还没停，当我们向右转时，竹林车站映入眼帘，安静，坐落在云雾缭绕的山丘之间，被一片绿色包裹着。从正面看，竹林车站与其说是传统的火车站，不如说更像是乡村休息站。它朴素而低调，是一座小型的单层建筑，屋顶缓缓倾斜，木质面板排列在立面上，即使在灰色的天空下，也赋予它温暖、朴实的特色。该站尚未开放，让我们先探索其他区域，然后再回来。车站外面，一排排木质候车椅静静地摆放在屋檐下。这里的窗户是方形的，由木框构成，简洁、优雅、一贯的日式风格。竹林车站后方，世界向铁轨敞开。一个狭窄的月台沿着铁轨延伸，
安静而朴素，就像车站本身一样。竹林车站历史上曾是太平山森林铁路的终点站，在伐木时代用于运输木材。如今，该车站已被修复并重新设计为公园内的旅游景点。虽然它不再是一个运营的火车站，但它现在是一个文化和历史展览地方，让游客深入了解台湾的林业遗产。在这里，透过展示传统火车、历史重现，每列火车都无声地提醒着人们台湾的木材工业和曾经充满活力的森林铁路。前面就是生态池，它是罗东林业文化园区的一部分，在该地区的生态保护和环境教育工作中发挥关键作用。让我们仔细看看这列传统列车的内部。这些老式火车拥有经典的钢制车身和饱经风霜的木质车厢，讲述着过去时代的故事。那时，火车的声音在山间回荡，将珍贵的木材运送到遥远的市场。如今，这些火车恢复了昔日的辉煌，邀请游客们回到过去。在伐木业成为该地区主导产业的时代，这列火车被用来运输木材。铁轨笔直地穿过树林，两旁是浓密的绿叶。位于生态池附近的谢幕平台，静静地见证着一个逝去的时代。它的结构简单、坚固，木材中蕴含着一个故事。在过去，这个池塘有一个用途，将原木直接从平台滑入水中。池塘不仅仅是装饰，还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软化木材，使其更容易运输和保存。让我们仔细看看火车的引擎。我们沿着古老的铁轨行走，不只是身为游客，更是作为安静的观察者，与历史的节奏同步。随着我们向前走，很容易想象到车轮的回音，
火车驶来的汽笛声，以及远处早已离去的工人们的声音。现在，这些足迹或许已经消失，但他们的故事却依然存在。而此刻，我们可以从他们中间走过。我们脚下的每一根枕木，铁轨上的每一片锈迹，都诉说着这条道路曾经不仅仅承载着木材，它承载着森林的劳动、山峰的气息以及伐木小镇的心跳。左边是铁道历史展览馆及 DIY 空间，又称为森趣馆。在这里，透过老照片、保存下来的工具和旧火车零件，生动地展现了罗东森林铁路的故事。它还设有一个舒适的 DIY 空间，游客可以在这里制作自己的木质作品，将历史变成亲身体验。我们现在到达了艺术文化区，这里是林业科技展览馆。雨过天晴，云渐渐散去，罗东林业文化园区苏醒过来。艺术文化区坐落在公园郁郁葱葱的景观之中，成为历史与创意交汇的天堂。这里曾是台湾木材工业的繁华中心，具有丰富的历史意义。如今，它经过精心改造，成为一个既能彰显其丰富文化遗产，又能展现当代艺术的空间。这些建筑得到了精心的保护，其中许多仍然保留着原有的日本建筑特色。如今，他们举办展览，追溯林业实践的演变以及其中蕴含的文化故事。在馆内，游客可以参观一系列展品，包括历史文物和记录伐木时代的照片，还有现代艺术装置，反映了该地区与自然的持久联系。新宇宙的交融，让我们深入了解罗东多年来的演变。这里是 Kigo 林场 Cusco 屋，一个免费预约的室内游乐空间。透过以木材为主题的互动游戏，为3至12岁的儿童提供沉浸式体验台湾林业遗产的机会。这里是森林物语馆，这是一个迷人的展览空间，透过互动展示和亲身体验，让游客沉浸在森林生活的奇妙之中。除了展览之外，艺术与文化区也定期举办研讨会与互动会议。这些活动邀请客人亲身体验传统工艺和当代艺术。这些活动让游客更深入了解当地文化，并凸显了公园对保护和弘扬当地文化的承诺。该遗址原为1905年设立的太平山林区罗东支部的一部分，是日治时期的主要木材产地。该遗址曾经设有锯木厂、木材厂和运输设施，这些对于加工和运输太平山地区的木材都至关重要。20世纪80年代木材工业衰落之后，该地区被重新利用，以保留其历史意义。2004年，政府公布了将该遗址改造成文化公园的计划，并于2009年正式向公众开放。透过欣赏台湾木材的美感，我们不仅欣赏到工艺，而且还与它们所代表的丰富历史联系起来。每块木头都诉说着一个故事，
从它在台湾参天森林中的生长，到它转变为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的东西。光滑的纹理、自然的纹理和独特的图案，反映了塑造它们的工匠的细心和工艺。它不只是一种材料，它是这片土地的历史、文化以及自然与人类之间纽带的象征。罗东林业文化园区在郁郁葱葱的绿树之中，隐藏着一系列保存完好的日治时期木屋。走近一点，您会注意到方形的木窗，每一扇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捕捉光线。在平静的日子里，他们似乎在低声诉说着过去的故事，关于工人、家庭以及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故事。低矮倾斜的屋顶在树下延伸，深色的瓦片被雨水打湿，屋檐在柔软潮湿的地面上投下长长的阴影。注水池静静地坐落在风景之中，一面宁静的镜子，被树木和建筑物环绕。下雨后，地面像玻璃一样闪闪发光，反射着变幻的天空和周围森林的轻轻摇曳。右边是一个名为 Atelier Herbarium 树名种子屋的创意空间。在这里，游客可以参与实践活动，并了解该地区丰富的林业遗产。再往前走，就是我们之前去过的 Kikanda Wood 林场 Cusco 屋。小朋友可以透过游戏的方式，了解台湾的林业历史。这是我们之前参观过的林业科技展览馆。前方矗立着机枪堡，这座保存完好的机枪堡让我们有机会一窥岛上的军事历史，它就像公园景色中一位沉默的哨兵。前面是中正北路124巷。这个地区有许多日本时代的房屋，
这些木屋是日本殖民时期1895年至1945年建造的，它们曾经是林业工人及其家人的住所。我们注意到日本传统的建筑元素，其特色包括木结构滑动门和瓦片屋顶，这些设计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美学。这些木屋的布局反映了社区的规划。这里的房屋鳞次栉比，由狭窄的小路连接。这种设置营造了紧密的生活环境。现在，我们回到了已经开放的竹林车站，我们进去吧。该站最初建于1924年，是从太平山林场运送木材的重要枢纽。在里面，游客会看到木质的长椅和复古标志。售票柜台也经过精心修复，让人们可以一窥车站运作时的情景。车站旁边是森林展览馆森产馆。大厅位于一座保存完好的木材仓库内，其历史可追溯至日本殖民时期。它是一个展示台湾伐木历史的空间，展出传统工具、机械和林业产业发展的展品。
走进林业展览馆，台湾丰富的木材遗产在这里鲜活地展现出来。互动展示和详细模型展示了岛上的伐木历史，强调了森林铁路在运输木材方面的关键作用。它邀请游客进入一个世界，在这里木材不仅仅是一种材料，它是一种生计，一种创新的源泉和一种身份的象征。展览展示了林业工具和技术的演变，从传统的手锯到早期的机械化设备。让我们花点时间，不仅欣赏展览，也欣赏这座保存完好的日本时代建筑的魅力。又再次下着大雨，如果天气更好的话，这次旅行肯定会更加完美。这是我们最初进入公园的路径。罗东自然教育中心仍关闭。
前面就是我们进来的入口，也该结束这雨天的罗东林业文化园区之旅了。感谢您加入我们，如果您喜欢这趟旅程，请务必订阅、按赞和分享。